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亚洲股市在华尔街反弹后可能下跌，目前距离历史高点十分接近。下面这条，德克萨斯州联邦法官暂停联邦贸易委员会新规，该新规旨在让员工更轻松地辞职，并为竞争对手工作。法官裁决认为，新规武断且反复无常，且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该决定不阻止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逐案执法行动处理竞业禁止协议。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对法院裁决提出上诉。接下来这条，资深交易员 Sarge 看好科技公司 Palantir、Rocket Lab 和 Sophie， 认为他们自5月以来持续走高。Palantir 第2季度业绩强劲，与 Surf Air Mobility 合作开发人工智能工具。该公司还与微软合作，为美国国防和情报部门提供安全云和人工智能服务。下一条，美油库存增加和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导致油价下跌。美国原油库存预计增加，但汽油和硫分油库存下降。美国国务卿访问中东，为加沙停火协议斡旋，缓解了供应受限疑虑。中国经济问题仍令市场担忧。下面这条，日本7月出口增长低于预期，出口量连续第6个月下降。尽管日元贬值提振了出口总值，但总体出货量下降表明全球需求疲软。中国和美国的需求依然强劲，但全球需求前景黯淡。日本政府持续的加息政策受到挑战，因为通胀目标尚未达到，而出口引擎受到海外需求不均衡和中国市场疲软的限制。让我们关注 Domino's Pizza Enterprises 股价因成本上升和消费者吝啬等因素的影响而下跌逾 7%。 日本市场表现疲软，销售额下降 2.5%， 集团销售额低于预期，同店增长率下降 1.3%。 分析师预计净利润将增长 10%， 但市场对销售趋势改善持怀疑态度。接下来，由于政府补贴政策大幅拉低消费者价格，澳大利亚央行将面临降息压力。尽管核心通胀仍然顽固高企，9月24日澳大利亚央行会议前，美国、欧盟和加拿大预计将降息，而澳大利亚央行将成为发达央行中唯一不降息的央行。接下来，亚股周三多数下跌，因华尔街结束8天连涨遭遇滑铁卢。日本日经225指数早盘下跌 0.8%， 至 37,741.53 点。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 0.1%， 至 2692.81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9%， 至 17,348.77 点。而上海综合指数下跌 0.3%， 至 2858.98 点。让我们关注中国科技股下跌，原因是对中国消费前景的担忧加剧，沃尔玛计划退出京东，以及主要科技企业财报表现不佳。接下来这条，沃尔玛计划出售其在京东持有的价值高达 37.4 亿美元的股份，结束双方长达8年的合作伙伴关系。沃尔玛正在调整其在中国的战略，专注于自建物流和电商体系，以应对中国消费低迷和科技巨头困境的挑战环境。接下来，日本个人投资者开始恢复持有墨西哥比索和土耳其里拉等高收益货币，因日元上涨趋势有缓和迹象。接下来，香港交易所上半年利润下降 3%， 股东应占利润降至 61.3 亿港元，低于分析师预测。核心收入上半年与去年同期持平，2季度收入增长 9%， 得益于市场交易量增加带来的费用增加。首席执行官对今年剩余时间持谨慎乐观态度。接下来这条，美国公司警告称，拟议网络法的部分条款可能赋予香港政府对其计算机系统的异常访问权限，凸显了西方科技巨头在该市面临的最新挑战。下一条，瑞士软件服务公司 SoftwareOne 报告营收增长放缓并下调全年预期。公司表示正在与潜在买家洽谈，收入增长从第1季度的 7.4% 下降至 7.0%。公司将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 8% 至10%下调至 7% 至9%。最后为您播报的是，对冲基金资深人士凯尔贝斯专注投资于稀缺资源和环境脆弱栖息地，成立了 Conservation Equity Management 公司，已投入 1.25 亿美元。贝斯计划发起第2轮投资，规模更大。
目标是通过升值和销售环境信用获得回报。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